李长寿闭上双眼，眼前似乎有一扇扇大门等待他不断地去推开。收龙宫，望地府，谋算3000世界，增天庭，除妖族，南州仙凡分离。三教仙人不可全救，三教高手不可尽会，西方大兴还需压后，天庭崛起势不可挡。稳妥只是自己的行事风格，不代表他只会闪躲。躲避仅仅是因为风险最低，但当躲无可躲且风险评估出现转换，李长寿自会做出更符合自身安危的计划。主动去想这些事，倒是感觉整个人都自信了一些。李长寿嘀咕一声，看脸隔壁还在入定状态的灵娥，嘴角轻轻抽搐。还好蟠桃保质期是1000年，这丫头真想上天不成，稳在天仙就罢了，又不会让她斩9次道基。摇摇头，李长寿刚要奋笔疾书，心底就听到了一缕呼唤：老弟，老弟！神念一转，却是南海海神来了熟客赵公明，赵大爷。李长寿的指导人自地下而出，与赵公明见礼之后，请赵公明在后堂入座。看赵公明有些愁眉不展，不由问道：老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说这事怎么解决呀？你上次跟二妹碰面说的那些话，这10多年在截教里面传疯了。现在这群家伙一个个喊着闹着说自己在好感期，看能不能进入心动期，顺便搞个升温期。哎呀，各处都是乌烟瘴气的。李长寿皱着眉头，让自己没笑出声来。哎呀，因果嘛，大多都是一环扣一环的。截教一群仙人拿刀顶着我的时候，就该想我们人教小法师也不是好惹的。当然了，这些不能提。李长寿道：大家修道都太寂寞了，若只是这般事，不至于让前辈这般发愁吧？这个确实如此。赵公明抚了抚胡须，下意识地看了眼大殿之外，低声道：金光你可认识？金光圣母前辈，弟子自然是认识的。可有什么办法让他打消对老哥我的这份念想？赵公明愁道：哎呀，此事真让我为难呐。你说若是什么强敌，我金光往地上一躺，自然就解决了。但这事儿我总觉得，我若是躺地上，他怕是要躺在我身旁啊。李长寿被赵大爷逗得一乐，随即便摇摇头。感情的事，谁又能说得清楚呢？若是无意，直截了当的拒绝就是了。哎呀，大家都是同门，面皮还是要顾虑的。赵公明沉吟几声，百般郁闷。李长寿刚要给赵公明出主意，心底突然灵光一闪，正色道：老哥，我有一位朋友是这类问题的行家。哦，他是何人呢？自是天庭姻缘殿之月老，执掌众生姻缘之人。此事去问他，那再合适不过，不如老哥与我去天庭走一趟。赵公明眼前一亮，那感情好啊，咱们何时去啊？天庭规矩，若非天庭仙神，不可轻易入内。咱们强闯，他们自然不敢拦，但总归是有损老哥你的威名啊。我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海神，说不上太多的话。这般，再有半个月不到，天庭要举办蟠桃宴，我去想办法搞到一张请柬，到时候咱们先去瑶池吃桃子，再去姻缘殿问法子，如何？妙啊！赵公明一拍大腿笑道：我这就去喊我3个妹子一起。老哥莫急，此事不宜声张，尤其是天庭这次还要做一件大事，截教去的人太多，容易把事情闹得更复杂。赵公明闻言点点头，虽然觉得海神老弟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总归有一种自己已经被安排了的错觉。
错觉。截教功名欲来蟠桃宴上。凌霄宝殿，白衣玉帝坐在高台御案后，听闻台下海神老神仙的禀告，顿时有些纳闷。玉帝笑道：长庚，你请他过来所谓何事？请动这般高手，莫非也是为了提防西防？台下李长寿正色道：陛下，这位功名前辈喜动与小神算是有些交情，这一次他来蟠桃宴。且等，让吾猜上一猜。高台上的白衣青年沉吟几声，笑道：长庚，你此举目的有六，对不对？六？咋猜出来的这是？陛下英明啊！其一，有考虑天庭威严；其二，是为了震慑龙族；其三，为了对截教示好；其四，为开道门三教高手与天庭交往之先河；其五，是为了防备西方；其六，是为蟠桃宴之事增添几分道门背景。你凑合，你就硬凑啊！赵公明前来天庭，明明只是想去找月老咨询一下感情问题嘛。而我呢，忽悠赵大爷来天庭，也不过是为了让赵大爷提前了解天庭，方便我今后行事罢了。但是李长寿看到玉帝陛下露出的那般淡淡笑意，只能做了一个道揖，道了句：陛下一言，盖小神许久筹谋矣。白衣玉帝含笑摇头，轻飘飘地转移了话题。请柬自然是要多少就有多少了，哪怕李长寿不谏言，当日直接带人上天，也没有哪个天将敢阻拦。玉帝陛下说不定还会自行总结出目的有8。蟠桃宴在即，这对君臣又商讨了许多的细节，李长寿才告退而去。凌霄殿中，玉帝起身踱步，目中神采奕奕。瑶池之内，那位芳华绝代的女仙手倚靠着凤榻细细思量，几次想开口都是欲言又止，似乎有所顾忌。不多时，他唤来殿外的女官，道一声：去问问陛下，可否将他的长庚爱卿借吾一用？瑶池蟠桃宴的各处布置，还是让这位海神亲自过目吧。下方的女官躬声应是，起身做了一个道揖，转身朝着殿外而去。当真麻烦。女仙手轻轻哼了一声，本是仪态万千、端庄典雅的她，不由得撇了一下嘴角，瞬间破功。臭昊天，天天喊着无事无事，但自己心眼小得跟针尖似的。殿外又有脚步声传来，女仙手立刻换了一个坐姿，顿时恢复了气场，眯着眼睛等着女官前来禀告一些瑶池的琐事。不过片刻，2名天将护着一位瑶池仙子抵达海神府内。这位仙子向前柔声禀告，李长寿淡定地答应了下来，言说自己回禀玉帝陛下，就去瑶池拜见王母。没办法，这是相当必要的程序，毕竟李长寿也不知玉帝陛下会不会介意这种事，还是要去备个案比较稳妥。于是只是王母请海神去一趟瑶池这般小事，就过了2次凌霄宝殿，王母海神分别对玉帝禀告了一次，这让刚才还有些得意的玉帝不由得陷入了沉思。这是怎么了？面对我时，我的师妹道侣，我最信任的臣子，至于这般谨小慎微吗？我堂堂天帝还能因为这般小事不满不成？而且长庚爱卿是什么人，便是去瑶池之中，那也不会有任何失礼之举动。玉帝陛下眉头突然挑了挑，心底接收到了来自化身传来的讯息。西天门有2名天将谈论起了龙籍的姻缘问题。守备天庭这等大事，竟还敢聊天打趣，每个人扣600年功德。刚才想到哪儿了？不错，长庚爱卿并不会失礼才对。李长寿的一具指导人赶去瑶池时，另一具指导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墨。
龙吉，王母娘娘有没有什么厌烦之事？正在船尾打坐修行的龙吉立刻睁眼，先是分析了一下海神大人的问题，旋即答道：母亲平日十分温和，对人也颇为宽容呢。海神，您要去见母亲了吗？王母召见。李长寿的仙识扫过下方大川，看了眼这最后一幅即将完成的水纹图，笑道：说是让我去布置蟠桃宴，估计就是一些搬搬桌子擦擦盘子的活儿。龙吉扑哧笑了声，小舟周围躲着的3个龙首老者也发出了几声大笑。虽然笑声十分爽朗，但是画面确实是有些诡异。李长寿看了眼龙吉，站起身来，正色道：你在旁看了10余年，此地乃是最后一处大船，距离蟠桃宴还有11日，你起来试试，按我此前所做的那般，将这大川的水纹做好整理，如此也算没让你白走这一趟。我可吗？龙吉顿时有些愣神儿。来吧。李长寿端着那一杆仙笔，多少有些参与感。谢海神提携。龙吉拱手做了一个道揖，小脸上带着几分兴奋，快步走向前来。他如何不知，海神这是在分他一份功德，让他在天庭功劳簿上留名。当下龙吉屏息凝神，每一次落笔都会细细的思量。娟秀的小字跃然布帛之上。李长寿站在船舱之外，俯仰天地之间，目中满是安然，大半的心神归于天庭中。那里的指导人已经抵达了瑶池附近。所谓瑶池本身其实是由16座仙山拼凑而成，这般仙山在天庭随处可见，且大半都是荒着的，只待天庭仙神增多，开辟成神仙的府邸。远看瑶池，那16座仙山连绵起伏，环绕成了一个完整的圆，其内是一口仙湖，那里就是瑶池本池了。仙湖如同一面宝镜，倒映着白云朵朵，浅蓝天穹，其上又漂浮着诸多仙岛，岛上风景瑰丽，布局各异，只有少数楼阁甚是雅致。在瑶池侧旁的那些仙山上，琼楼金殿连绵不绝，各处人影走动，欢声笑语就如百鸟鸣啼。偏远一些的殿宇楼阁中，仙子嬉戏笑乐，那应该是瑶池仙子的休息地了。离着湖泊较近的殿宇中，能够看到成群的仙子在氤氲的灵气中打坐修行，气氛就庄严肃穆了许多。而那些湖面上的仙岛，大多只有乐声、鸟声、流水之声，鲜有人语。李长寿就被仙子引着，径直朝着居中的那一座仙岛而去。离着近一些，李长寿也看到了这次蟠桃宴的举办之地，湖边一角的某座仙山，那里已经摆好了玉帝与王母的宝座，数百宴客的矮桌，各处有许多的仙子飞来飞去，悬挂一些精巧的装饰物。这不是都布置好了吗？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有些狐疑，也不知道王母娘娘具体喊他过来作甚，但是心底却打起了12分的精神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在小琼峰的本体已经拿出了最新力作百美钢铁老厚图，仔细地品读了一遍，让自己进入了淡泊名利模式。他被几位仙子带到了一处大殿中，向前拜见王母娘娘。视线余光看到了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身着青色长裙的绝美女子。哼，钢铁骷髅椅。小神拜见王母娘娘。长庚爱卿。王母缓声开口：吾听闻陛下命你在这次蟠桃宴上行收龙之事，今日便请你过来，去看一看他们布置的如何。该赏该罚，你一并决断便是。小神领命。李长寿老老实实做了一个道揖，刚要告退转身，王母却又继续开口：吾久居瑶池，忙于修行，时常因不能为陛下分忧而自责。幸得长庚爱卿入天庭效力，天庭各事逐步步上正途，
天庭能有今日之格局，长庚爱卿功不可没啊！小神不敢居功，一切都是陛下把控得当。陛下雄才大略，励精图治，心念三界众生，实令小神钦佩。王母不由得轻笑了一声，那笑声宛若百灵婉转，颇为动人。不过是钢铁骷髅摩擦骨骼之噪声矣。稍后吾会派人将赏赐送去你府中，莫要推辞嫌弃便是。长庚爱卿，吾对天地大事不甚明了，有少许疑惑，可否请你解答一二？娘娘请问。李长寿低头拱手，小神定会斟酌以答。吾听闻最先算计龙族的乃西方教，但你上奏表于陛下，言明此事之厉害，而后请陛下与你行伏龙上天之事。短短年岁，已是到了如今这般局面，西方教似是败下阵去。长庚爱卿，这是如何做到的？啊，这个呀，那这就要从一只金蝉子在我的海神庙立誓说起了。啊，娘娘有所不知，西方乃天地间有数的大教，更有2位圣人老爷，他们欲取龙族，一是为将龙族化作手中利刃，二是看上了龙族无数岁月的积累。这份龙之才若是被西方得去，西方大兴便是有了更多的底蕴。大教轻慢龙族，欲要龙族效忠，却又不愿给龙族好处，故手段狠辣，差遣凶兽，以至于龙族死伤颇多，痛苦不堪。咱们天庭纳龙族是为正天威，立威严，增天庭之势，可给龙族诸多好处，解他们自身业障。此消彼长，只需要把握住大势，其实不必过多算计，龙族自可归心。